恭喜你完成大老王课堂的学习。大家好，我是一休啊。你可能有些人会提出疑问哈，世界上有哪种武器连机关都对它束手无策的？大家知道吗？就是在九四阅兵的时候，出了一个叫那个陈波，好像是叫做陈波体还是什么意思啊？类似于像这个导弹什么在那个就相当于是这个超音速啊，比如说超了好多个音速，而不是3个音速，而超了好多个音速。然后的话，它那个导弹就像是冲浪一样的哈，非常牛逼啊！反正你像正常的一些武器根本追不上，根本打不着。但是在这次9月3号的阅兵上，这个就出来了，这个是相当的厉害。我们具体是怎么个厉害法，我们来听这个大老王做详细的解释啊。住他啊，这个拦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打到天上以后啊，他打水漂，他沿着大气层，它叫乘波体，就是那个高超音速的时候，它会有激波出来，他就像冲浪运动员一样啊，驾着那个激波往前跳，而且还能拐弯，而且不是说3倍音速、5倍音速，它是好多倍音速的速度啊，那它速度快得不得了。人类没有任何导弹能追上它，就是你防空导弹你追不上它，你什么东西都打不了它。所以呢，那说老王，你刚才说那个激光行吗？激光行，激光速度是光速，但是呢，激光现在是急进程，激光打不到太空。现在激光大概以天气好的话，激光舰载激光武器大概能打10公里左右的射程，20公里撑死了。大晴天，乘波体来了，能打个10几公里。你想他那速度啊，10几公里到了，我操，来不及啊，大哥，还没开，还没对准呢，他就到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人类目前任何武器都防不了啊，就是超高音速的乘波体导弹，20倍音速，没错，20倍音速啊，你想是什么概念啊？你知道那个星舰返回大气层，那没有20倍音速啊？就是用筷子夹那玩意儿，那回来的时候没有20倍音速啊！我操，它比那玩意儿快多了，哗就来了。这玩意儿你怎么挡啊？挡不了啊！所以，而且它关键，它不是像那个筷子夹大火箭，你能看着大火箭有一个轨迹，它们拐着弯来的，它这样过来的。我操，它像蛇形刁手一样，我操，太可怕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中国第一，我操，中国第一，美国没有啊，美国追不上中国。因为这个玩意儿美国没当回事儿吧，就是美国没有这么多型号啊，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不是超英赶美啊，它是美国没有高超音速导弹，现在在美国连6倍音速、7倍音速搞不出来啊，你这中国搞25倍音速，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啊，这是遥遥领先啊，就这么地吧啊，就聊这么我人民解放军的武器现在是真的先进了啊，这。鸟枪换炮啊，确实相近，只有美军可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战了啊！除了美军，别的都他妈撒丫子跑了，就得。因为这玩意儿别的怎么打没法打，你们就我们加拿大还有3艘好一点的驱逐舰，走吧，去吧！我操，你开到阿留申群岛，还他妈没看见太平洋的那边呢！我操，人家乘波体导弹来了，我操，完了，来3枚，我们3艘就是报废了，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大老王带领所有海军官兵最快的速度找自己的救生艇，就是这没办法啊，真的是太强大了。所以当然说那老王美军行不行？美军还更强啊，这个你放心啊，这个美军瘦死骆驼比马大，他龟兔赛跑嘛，他在原地睡觉。美军在原地睡觉睡了20多年了，从2000年左右到今天，美军的代差型的新武器基本上这个经费全停了，他不花钱了。但是，一旦他认识到危险，或者他打输了一场小规模战争，那他动员起来这种创新开发能力是中国比不了的啊！中国没有创新能力，有抄袭和复制能力。
美国东西出来之后，他在美国东西上修修补补，抄，哎，太厉害了，厉害啊！但是你要说中国人你想一个美国人没想出来的东西，你弄出来，他没有。他说那不是乘波体也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 F-35不行，F-35真的不行了。F-22、F-35它那个科技，它都是上一代的科技。就很简单，就是美国政府也不重视这个事儿。美国政府认为他在蓝星上无敌，我干这事干什么？就是他自己讲的，我们储备的技术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个就可以吊打蓝星所有的国家加起来，所以我没有必要再干这事。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躺着睡大觉。那你这世界就这样了，龟兔赛跑，那么小兔子睡着了，那么乌龟就跑前面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完了，现在完犊子了啊！老王成小粉红了，越说越自豪。那不是我自豪，是我很悲怆啊，因为我不是二极管，你这东西你不能不承认啊！你们都看，他都开出来了，你还说不是纸糊的，横垫的，那这不是你，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军工系统的这种所有的同学了啊，我知道他们的工作状态啊，他们可别在睡觉啊，席包子在开倒车，他们可没有开倒车。尤其是张又侠在做总装备部部长的时候，张又侠席包子刚上来，2012年，张又侠是总装的一把总装备部长。那对新装备，尤其实战新装备的重视啊，拨款的速度，哎呀，那太快了。我有个校友叫田刚印啊，就小校友80后啊，我都怀疑他是90后，他刚大学毕业。当时不是无人机方兴未艾嘛，2010年左右的时候，他大学毕业，然后他在北航念的研究生啊，然后他呢跟几个人呢，当时给大疆还给哪家做飞控，然后给他们的工资特别少，就是当牛马用啊。这哥们儿结婚买房子的钱，跟他老婆商量，我能不能做样机？我要自己做。他说我给你们讲讲他的例子吧，就是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听我们学校的其他的校友跟他挺熟的，给我讲过他很有钱，他不会上市的。他叫中航印吧，叫中航什么中航记啊。他跟张小霞很熟啊。那么这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把他结婚买房子钱大概也就200万嘛，首付款，他做了2个样机。什么样机呢？就2010年的时候，无人机啊，大型载重无人机没有。那无人机都是大疆那种飞控的，你今天在俄乌战场看到那个呜咣一下，那个无人机那时候有了啊，那时候有。但是有一块是空白，就是什么大功率的直升飞机长起，你看今天已经拉出来了。今天你们在无人机方队里看起来像个直升飞机，小直升飞机的无人机，那就他们产品。那玩意儿什么呢？500公斤调走，500公斤什么概念？你知道你的体重吗？五岳散人减肥之前也就是100公斤吧，5个五岳散人减肥之前，那个无人机给他调走，飞多远？单程1500公里起，就是我从这儿起飞，我能从北京起飞，基本上飞到快到上海了。就那一个无人机就这么大的运力，他要造这种东西，他造了2个样机，当然样机没有这么强了，但是呢，他只要把钱花到位，他那个样机就出来了嘛。他就跑到珠海航展上去展。2013年的珠海航展，张又侠那时候正是解放军啊，就是负责新装备采购的这个领导啊。张又侠一眼就看见了，因为什么？当时正在南海和喜马拉雅山跟印度和菲律宾较劲，遇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建筑材料、施工材料啊，你修工事弹药无法前运，一旦开战，你的高速公路或者你的这个运输船被打沉了以后，你怎么去接续你的这个战力？大家懂吧？当年跟1962年跟印度打仗，中印自卫防击战打了一半，为什么就是乘胜收兵，就是还要后退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旦双方打开大战，中国、印度都是大国，印度有美国和苏联、英国3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你1962年的中国是孤家寡人，你虽然刀切奶油一样赢了第一战。你张国华藏自15部队一下子把印度准将都给抓起来了，但是印度后续的援兵会源源不断。我们中国所有的武器弹药和给养都要人畜背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那边去，那怎么打得赢他？打仗就是打物资啊！
你可以奇袭，但是你不能一直奇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必须后撤，后撤到我们的补给线范围之内，就是不得已打赢了之后还要后撤。为什么？就是你国力不济，那个时候没有青藏铁路，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修青藏铁路？为什么要修川藏公路？就是为了当时为了跟印度抗衡啊，修好了以后跟印度可以打大仗。但是你修他也修，而且你要过整个青藏高原，因为印度不用，印度在平原上修就行。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到21世纪初，中印在做边境冲突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优势，一旦开战，双方互毁对方的这个补给线，你怎么办？张小霞看到这个了，张小霞那眼睛啪就亮了，所以张小霞马上就给他立项，说你这个特别好，我要军品采购，你不要上市了，你要融资不要了，我军方给你钱。然后小田我们懵逼了，我操他妈的命运之神转到了我这儿吗？然后他说我没有军品证。大家知道啊，你们搞企业的知道，你在中国给军队供应军品要有6个证啊，你要生产一个军品进入到解放军采购目录上要有6个证，办6个证。这6个军品证3个月给他办下来，正常企业3年你都办不下来啊，这一切特事特办。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东西，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不要